有学员提到，冷热茶饮在功效上有区别吗？茶饮的方面，总结的来说，若是要清热退火，就喝寒凉性的茶饮，比如青草茶之类；若是补性茶饮，就喝温热性的茶饮，比如桂圆红枣茶。另外，如果要加强凉性茶饮的药性，通常会喝冷的，但如果怕太寒凉，就会喝热的。比如说夏天喝冷的青草茶，如果要加强补性茶饮的作用，就会喝热的。例如在冬天喝热的桂圆红枣茶。有学员提到，治恶露不尽中所使用的黄酒是指哪一种的酒类？可以用料理米酒取代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黄酒以及白酒。黄酒是指绍兴酒，在台湾一般可以用米酒取代。绍兴酒以糯米酿造，酒精浓度在14到18度左右。绍兴酒的营养非常丰富，内含21种氨基酸及多种蛋白质、糖类和维生素。一般在传统上，治恶露不尽所使用的黄酒，往往是以绍兴酒来取代米酒。接着，我们为大家介绍台湾常见的一些米酒。红标料理米酒，红标料理米酒是以台湾产的蓬莱米为原料酿造，经蒸馏及调和精制食用酒精而成，酒精浓度约19.5度，应用的层面非常广泛。烹煮姜母鸭、麻油鸡、羊肉炉、烧酒鸡或其他烹饪料理，都是不可或缺的佐料。特级红标纯米酒，在这个地方，或许大家有听出弦外之音，加了一个“纯”字。我们的红标料理米酒是用调和精致的食用酒精以及原料酿造经过蒸馏的酒一起混合而成，而特级红标纯米酒是以蓬莱米为原料酿造，蒸馏稀释酒精浓度为22度，再经储存6个月至1年以上，纯米酿造，完全不添加食用酒精。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公卖局红标米酒水。民间坐月子的习俗，常将3瓶红标米酒煮成1瓶米酒水，供产妇替代水饮用或调理膳食用。台湾烟酒公司比照民间做法，将红标米酒中的酒精去除，而制成米酒水。红标米酒水富含有机发酵物质，保留原有的米酒柔和和香味，是提供坐月子妇女饮用以及调制各项烹调膳食的替代水。有学员提问，对于安胎方面有何建议？在这个地方，妈妈安胎最重要的是保持生活作息正常，饮食正常，心情平稳，不要大喜大怒。至于要多吃些什么调养，要依照每一位孕妇的体质不同来做调整。建议如果有安胎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合格的中医师，依个别的情况来量身定做安胎方案，会比较恰当。又有学员提到，对于民间13味安胎药有何见解？我们在学联网的留言板中
小助教有将这一个保产无忧方提供一篇参考文章，而这个民间的13味安胎药，也就是保产无忧方，是需要医师开立，不建议自行服用。接着，我们来谈谈保产无忧方。保产无忧方是在清朝的时候，一个妇科名医傅清祖先生，傅医师约是在康熙12年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妇科巨作《傅清祖女科》，里面就有记载的保产无忧散以及保产神效方。两张方子的组成相同，只是药量的比例略有不同，都是用在临产时用来催生的。13味药方，我们来看看有哪13味药材。这13味药材包括了当归、川穹、白芍、天冬、菟丝子、川贝母、厚朴、紫壳、羌活、荆芥、黄芪、艾叶、炙甘草以及生姜片。有学员提到邪气未尽等等中的邪气指的是什么？邪气未尽的邪气是指病邪。中医把有关治病的因素统称为病邪，可以分为外在及内在。外在六淫病邪指的是外界自然气候方面，包括了风、寒、暑、湿、燥、火。内在七情病邪指的是精神过度活动方面。中医有七情之说，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过度的一个变化。在中草药命名的部分，有学员提到，依地名命名的广东是用广字来替代，那广西的代号是什么呢？或许学员的地理学得非常好，广西它古称贵，但是在中药材上呢，我们广西和广东的代称目前都用广，例如广山楂、广金钱草。有学员问到生药的定义为何？生药就一般人的认知是指天然的药物，来自于自然界，包括了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整体或部分，将其经过简单的加工或合成以后作为医疗用途的叫做生药。例如我们前面课程中有介绍过的清代，是将我们的大青叶以及马兰它的茎叶泡入水中，加入石灰处理以后，捞取液面的泡沫，晒干后的团块，我们称为清代。阿胶呢，则是将驴皮煎煮浓缩成固体胶，我们把它称为阿胶。有学员又提出问题，那生药不等于是包含于中药了吗？说真的，生药是中药的其中一部分，生药不能等于是中药的全体。而在前面我们也有介绍过中药的泡制跟加工，这往往是生药和中药最大的一个差别。